越野跑它是一个比较长距离的比赛嘛，是一个极限和享受。自然保护从我做起，虽然可能比较是一句广告词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成绩的人，他肯定是在背后付出很多努力的，并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么能跑的。我没有太多能力，我不是有太大本事的人，我不可能改变别人一些东西。那么从我自己做起，那我就去一线做专职的巡护员。还能再走多少米？50米。这里好冷啊！走起来就好了。冬天像我们做巡护员，待着你会很冷嘛，对吧？你自己就知道走得很快。夏天就很舒服吧，这个地方。姚庙其实都第一次接触。作为我一个巡护员，我带着越野跑冠军，跟着我一起去巡山护林，我自己蛮有成就感的。现在拍的熊猫最好的红外相机的照片、视频在这里面。它喝完水，喝，特别搞笑。这颗是岷江冷杉。其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这一片山区，然后保护这一片的野生动物。因为我以前在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，我的就是视觉上比较单一吧，只是关注这个路线。真的有柠檬的味道。对，它里面是富含芳香的一种杜鹃，它叶子比较小，花也比较小，但它也是杜鹃的一种。李哥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的？最早我对环境保护这个东西产生兴趣，应该是读初中的时候。它可能看似没什么门槛，你只要不嫌钱少，你只要能吃苦都能干。但是其实你如果要做得好，其实还是要付出很多努力在里面。甚至来说，你需要把这个用心的过程当那种收获，能够让你自己坚持得下去，很能找到乐趣。我这几年获得最大的成就是在18年吧，在 UTMB CCC 组夺冠的这个瞬间，到现在我仍然还是这个项目上唯一获得冠军的亚洲人。当时组委会都是肯定就是不太认识我，觉得我是一匹黑马那种。快到终点的时候，听见主持人喊到我名字那一刻，就是那种开心就没法表达，没法表达出来。你像你这个，我昨天百度一下，你这么厉害，对吧？是不是还是有很多最困难的时候，或者是最艰苦的时候？最难的时候在19年的 UTMB 吧，当时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，左眼看不清了，然后它也影响了右眼的这个视线，然后最后只有选择退赛。之后我的身体也出现了贫血情况，在那一年我的出国比赛基本上都退了。在那个时候确实蛮孤单的，因为还是需要自己去走出来，慢慢的去重新开始。后来我感觉我就整个人就完全就是熬过来了，因为我觉得只有跑步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是最快乐的时候。最难的时候是我刚回村那几年，就是很多时候就感觉到我们家财政就快一穷二白了，特别是打工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为了一个薪酬去做事情，其实自己很难说特别认同。有时候就是人的需求嘛，有很多层次，对吧？就除了金钱以外，会觉得我自己活得有价值的状态。这平时你们是都这么煮着吃吗？没有，这是今天你来了，所以专门煮的。这个太烫了啊，小心点。我们比赛的时候，要是有这么一碗，我也觉得会很幸福的，很幸福。就现在最近几年，特别我会发现，我现在是有点城市恐惧症的感觉，就是我比如说在这里在上班，我是一种享受，知道吧？不会是一种休息的感觉。我自己从小就在山里面长大的嘛，我也是大山儿，是吧？我们父辈的教育都是你要离开农村才算是一种成功，实现你的人生价值。走过很多地方之后，我会发现午夜梦回的时候，还是这里山的山山水水，是种让我心安定或者是很怀念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大自然就非常的治愈，在山里面奔跑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自由，你会很享受那个时候，你会忘记现在会很累这种感觉。只要有山的地方，就感觉像自己的故乡一样。现在海拔有多少了？3141。我的每一次去上山巡护，都会让我有一种回来了的感觉，好像自己一直是比较清晰，我应该去做什么。还照顾一下我的老年人呗，对吧？不然人家说我欺负你。
我觉得他呢，就是真的是在为这个大自然做保护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了不起。终于等你了。现实设计世界有很多无奈，达不到古代先贤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，对吧？我就贫者独善其身嘛。就是环保这个概念是有时候比较沉重或者任重道远，但这个东西它在不断的变好。我觉得它取得的成绩，要让给别人看到更多的机会，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潜在的改变的希望。世界是年轻人的这句话可能会觉得语气客套，今天我会觉得这句话是真的。所谓的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嘛，对吧？